大家好，新西兰房屋贷款利率真的是太夸张，现在已经到了8点多，一般是7点多。我的朋友上个礼拜告诉我，他贷到8.1%，可是，在2年前，2021年的时候，很多人贷到2%，这中间差了6个百分点，差太多了，负担的压力也大很多。但是买房子不得不贷款，那我们这一集呢，就为您解释如何取得贷款。怎么样减轻贷款的负担，以及老年人能不能贷款，工签的人能不能贷款，各方面都给你做一些说明解释，干货满满，不容错过，欢迎点赞收藏。Hello， 大家好，我是在新西兰从事房地产30年经验的 Frank。今天我们有一个神秘的美女嘉宾，要给我们介绍有关银行贷款的部分。那美女，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Frank 的邀请。大家好，我是 Vega 信贷的民宅和商业贷款顾问 Rachel。那我在金融和咨询行业从事11年了，帮助过数百个家庭成功置业和投资。那作为 Vega 信贷的唯一的华人顾问呢，希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些信息分享，能有一些帮助。好，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利息非常的高贷款利率都要7% 以上，怎么回事？贷款的门槛呢，我们一般来说银行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术语是叫做测试利率决定的。什么叫测试利率呢？就是银行用这个利率来决定、来计算我们这个贷款额度。那现在一般来说呢，是测试利率是在1年的固定利息上面加2个点。1年固定利息我们现在知道是7%，那测试利率也就是9%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要申请贷款，银行要了解你是不是通过这个9% 的测试利率，压力过不过，还款有没有问题。没错，如果过了9% 的测试，那么银行就会批给你7% 的贷款利息。对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媒体这个利率的还是在不断攀升的话，那其实相应的我们这个贷款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是，所以这样如果9% 测试的话，其实是蛮高的。对，现在其实是从历史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了。是。现在要贷到款其实是挺困难的，9%。接下来我们有很多朋友观众呢，希望知道有什么样资格的人可以申请贷款。那样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申请贷款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18年，由于这个海外人士进购法案的出台呢，现在银行要求呢，这个贷款呢是要有居民身份的。什么居民是 R 吗？居民身份呢，包括有3种我们所说的这个 citizen， 也就是说公民是包含在这个居民身份的里头。另外一个 PR， 也就是我们的永久居留权呢，也是在这个居民身份还另外一种呢，就是 resident visa， 主要我们获得了这个居民权，也属于居民身份。那这种3种的人士呢，都可以申请这个房屋的贷款。那就是一定要有 R 或 PR 或 Citizen 这3种资格才能申请，那工签就不行，海外人士就不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朋友不知道，工签和海外人士其实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条件之下譬如说工签呢，如果工签的人士呢你的这个剩下的工签的有效期呢是超过12个月，并且你现在其实在一个申请这个居民身份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银行也是可以给你申请贷款预批的。那这个对这么多的工签人士来新西兰是很有帮助的。没错。今年就进来11万净移民，很多都是工签的，并不是有 R 或是 PR 身份的。没错，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你拿到了居民身份，你才可以申请这个贷款。你在工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申请贷款。那太好了。海外人士的话呢是这样，如果海外人士获得了 OIA， 也就是我们海外投资办公室的许可呢，也是可以去申请贷款的。所以不一定说是要有居民身份的人，如果海外投资人士拿到许可，也是相应的可以申请这个银行贷款的。所以这样银行的门是广开给所有的人，不是只有 R、PR、Citizen 3种，它对工签、对海外投资客也都是开着门的。没错。下一个我想跟您请教的问题就是买家客户在贷款的时候申请需要注意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一个需要满足的一个条件是身份条件，那第二个银行会看你的收入啊，是看收入是不是符合要求。那在计算这个贷款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叫做可支配收入啊。什么叫做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总收入，那刨去我们一些日常花销啊，刨去我们的固定开支，也刨去我们一些借款的一些额外的支出，剩下的收入净收入叫做可支配收入啊，就是净收入的部分。净收就是不再是毛收入了。没错，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净收入的计算呢，是决定我们能贷款多少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开支去做海外旅游、坐豪华游轮一次性的，那么这个也是计算在固定开支。如果是一次性的话呢，像这个海外旅游、豪华游轮，这样属于一次性的就不算是一个固定开支，因为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现象。那通过解释的话是不会影响你的贷款的。但是如果譬如说你的孩子有这个私校的课程，因为每年都要向这个私校付这个费用，这种的行为呢叫做固定开支，因为它是个持续性的，这样呢会降低这个贷款的额度。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如果客户呢除了贷款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学生贷款啦，比如说车贷了、个人贷，这样的贷款呢会大大降低你的贷款额度的。好，那租金的支出是固定还是怎么定义它？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现在呢是在一个租客的身份有这个租金支出的话，在银行计算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把你这部分的这个租金支出算作内的，所以是不会影响你的贷款的。因为银行知道你在买了自住房之后，你会进入到你的自住房里去居住，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再不会有这个租金收入的产生，所以这部分的影响就不会影响你的这个贷款了。哦，那这样租客贷款还不用太担心你的租金成为一个负担。对那就是说我们在贷款的时候要把所有的这些贷款，比如说有汽车的、船的或各种的贷款，尽量能还清，或信用卡的贷款尽量先还清，再来申请房地产的贷款。没错，因为如果对收入不太高的这些朋友申请贷款的话，有这样额外的这个负债呢，会大大降低咱们的贷款额度，所以一般呢会先建议把这些负债先还清，咱们再进行贷款申请。有一个客户最近想买房子，年轻夫妻没有小孩，一年的收入税前大概是10万块，这样的话可以贷到多少钱？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的这个首次购房者呢都是这样一个收入水平。那现在来说呢，这个贷款呢在理想的一个情况下是一个5到6倍的区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综合收入是10万的话大概是可以贷到50到60的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那如果有这个租客收入的话我们相应的也可以再增加15到20万。所以加起来整来的话，就会有一个65万到70万80万左右的样贷款额度。哦，那这样子就可以准备买房了。对。那如果他们未来有一个小孩，会有什么状况？未来小孩的话呢，就会降低你的这个贷款额度。为什么呢？你的小孩就会有额外的开支。如果这个小孩又上私校了，又有其他的保险了，这样对你的贷款影响会更大。2个小孩的话，就更进一步的降低你的贷款额度了，因为2个小孩的开支比1个小孩开支要更大。客户他现在60多岁，没有收入但是有一栋房子没有贷款，如果他想买第2栋投资房，他能贷款吗？很多朋友不知道，其实基于这样的情况呢，银行也是可以帮你贷款的。尤其是这个60多岁的朋友，如果是超过65岁，他有养老金了，很多朋友不知道，养老金银行也是可以认可的收入。哇哦，养老金也可以贷款，夫妻2个人不就600多块？哇，那就可以用这个来贷款。没错，养老金是银行认可的收入的一种来源。哇，另外我们刚说到这个案例呢，这个客户呢要买这个投资房，那投资房又会有一笔租金收入，所以2者之间加起来呢，银行都是可以认可的。所以这样子的话，60多岁的客户想要买个投资房是完全可以贷款的。哇，那这个老年人并不是说被银行拒于门外不能贷款千万不要有这样误解对，甚至可以贷到30年。哇，30年怎么可能？65岁加30不是95岁？90岁95不可能工作了，那可能吗？因为银行看重的是你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退出方案那他会要求，比如说你因为买的是投资房，那投资房呢，如果你出售了投资房，把所有的这个贷款还清，可能不到90岁，你就可以把这个贷款完完全全的还清了。这样子的方式呢，是银行普遍认可的，所以他会给你30年的年期，有效的一个退出方案。你可以把房子卖了，来完全还清贷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也可以买投资房，也可以向银行贷款的原因了。哇，太好了。
啊，今年又增加了不少的资讯。另外，我们有一个朋友呢，他自己有自住房，也是没有贷款，他可以用这个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拿一点现金作为日常的开销吗？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我们有一些60多岁的朋友呢，身边的这个现金不多，现在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产品呢，叫以房养老，也就是所说的这个反向贷款，是可以用你这个无贷款的房产作为抵押来贷出一些钱的，并且这个贷款呢是不需要你每个月去还利息。什么时候还利息呢？是在你这个比如说要搬去养老院了，或者决定卖房的时候啊，连本带利一并还清。所以这样子不会降低你的平常生活的水平，反而你会有一笔现金来让你安稳的这个度过剩余的这个时间安享晚年。那太好了。那这个老年人有这一笔资金现金的话，其实对他们老年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它的利息高不高啊？利息呢，现在是一个浮动利息，所以浮动利息比我们的现在固定利息稍微高一点。但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浮动利率呢，可能在接下来1-2年都会有下降趋势，这样子的这个负担呢就会大大降低了。就是说，这未来半年1年可能高一些，但是如果2年5年来看的话呢，可能这个资金的利息也不会太高了。没错，没有时间再继续探讨。可是我觉得我的买家客户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签半年、1年还是2年的合约，利率要怎么样得到更低的利率？那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你可以再采访我一次。真的吗？当然可以。哇，那还可以再见到我，请您分享订阅，谢谢，记得点赞哦。